最新研究竟然聲稱波函數真的存在。這場吵了100年的爭論，難道真的要在我們這一代落幕了嗎？量子波函數到底是數學還是現實？自從量子力學在20世紀登場以來，波函數的真正含義就一直是物理學和哲學兩界最敏感、最燒腦的話題之一。它到底只是個抽象的數學符號，還是某種真實存在、塑造宇宙結構的隱藏實體？這場爭論延續了整整100年。而就在最近，2項來自世界頂尖團隊的突破性實驗，讓這個老問題突然變得能用實驗碰一碰了。真假？咱們先別急，慢慢看。2項重磅研究把哲學爭論拖進實驗室。研究1，中科大潘建偉團隊用光鎳拉住量子現實。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的潘建偉、陸朝陽團隊通過光鎳精準操控单原子，把測量精度逼近海森堡極限。這一突破等於第一次把量子現實從哲學概念變成可以動手實驗、可以觀察的物理現象。形象一點說，以前我們像是在隔着霧看量子世界，現在科學家把霧吹開了一角。研究2，劍橋團隊加 IBM 156量子比特 Heron 量子電腦。另一支由楊碩清豪帶領的劍橋大學團隊，借助 IBM 最新的 Heron 型超導量子計算機。這台機器不但擁有156個量子比特，還做了非常複雜的降噪設計。他們用它來測試一個驚人的問題：我們用來描述世界的波函數是不是真的真實存在？結果一跑出來，全世界的物理學家都坐不住了。波函數到底是什麼？你可以把波函数赛想成量子世界的说明書。量子粒子會出現在哪？概率有多大？未來會往哪走？這些它都能告訴你。但別忘了，它給的不是答案，而是幾率。光子有10%的概率落在屏幕某處，但它不會告訴你，它一定會落在那。這就是量子世界最令人抓狂的地方。它不是決定論，完全不像經典物理那樣1+1等於2。隱變量，愛因斯坦的執念。因為量子太不聽話，一些科學家就提出了另一種解釋。也許波函數不是真實，只是記錄我們知道多少的工具。真正的細節被藏在我們看不見的隱變量裡。愛因斯坦就是這個想法的堅定支持者。他堅信，自然不可能掷骰子，但量子力學偏偏像在對他說：“對不起，就是掷。”更讓愛因斯坦崩潰的是，波函數會在測量那一瞬間突然換狀態。要是真實存在，那變化的比光速還快。他直接把這稱為超距作用，不可理喻。劍橋團隊在嘈雜的世界裡聽見量子的聲音。劍橋團隊這次的實驗設計堪稱極限操作。他們必須從量子電腦大量噪聲中分辨出一絲絲真實的量子信號。這就像在菜市場裡靠着一雙金耳朵聽一根針掉在地上的聲音。最終，他們成功了。實驗結果清清楚楚地指向一個方向。在受控的量子系統中，波函數表現的就像真實存在的實體。這不再只是一種數學描述，而是有着物理意義的真正東西。PBR 定理，檢驗波函數真實性的殺手鐧。為了進一步逼問波函數到底是不是真實，他們又用上了著名的 PBR 定理。PBR 定理的大意是，如果隱變量真的存在，那某些量子狀態之間的差別就不應該靠隱變量來解釋。
但如果實驗結果和量子力學一致，那隱變量解釋就站不住腳。團隊把整個 PBR 流程寫進量子電腦裡跑了一遍，結果毫無意外，依舊完美符合量子力學。於是有人喊：波函數是真的，爭議解決了。但我們先別急得太早，意義深遠，它不僅改變物理學，還會影響未來科技。這些成果為何重要？原因有2個層面：一，它為100年爭論打開真實可驗證的大門。過去大家吵波函數是真還是假，都有點哲學味很重，實驗味很淡。現在不同了，科學家第一次用真實實驗告訴我們，量子世界也許不再只是概率雲，它可能就是自然本身的原貌。這是科學理解宇宙的一大步。2，它可能變成一種量子計算機體檢工具。一般測試量子電腦看的是速度、正確率、噪聲，但 PBR 測試不一樣，它指導主題。你的量子疊加和糾纏還在嗎？你是真正的量子機器嗎？就像測 DNA 一樣精確。未來，這個工具有可能成為評估量子計算機最重要的檢查標準之一。總結，這不只是科學進展，是人類好奇心的勝利。這些實驗成果不只是學界新聞，它把最深奧的哲學問題和最前沿的工程技術真正連結在一起。它告訴我們，每一次對為什麼世界是這樣的提問，都有可能為人類帶來下一次科技飛躍。隨着量子研究不斷前進，我們或許真的能更清楚地看見那個神秘、奇異卻又真實存在的量子世界。這是一場跨越100年的探索旅程，而我們正好站在關鍵的轉折點上。